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一个从未醒悟的义人。圣经对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有相当详尽的记载，并且称他是一个义人。但是我们若仔细读罗德的一生，就要发现圣经中每一次对罗德的记载都是非常消极和失败的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如果没有亚伯拉罕，罗德可能已经多次丧命。可以说亚伯拉罕是罗德得以存活的关键。尽管如此，无论经过多少环境，罗德的一生至终也未曾醒悟。是什么让这个义人一生沉睡不醒呢？从罗德的父亲哈兰死后，他就一路跟随亚伯拉罕。后来有了自己的羊群和牛群，牧养罗德牲畜的人就跟牧养亚伯拉罕牲畜的人起了争执。被神呼召的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择他所要的地界。罗德毫不犹豫地选了悦人眼目、滋润的约旦河平原。就这样，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。这件事不过暴露了他对生命的无知和对属灵认识的贫穷。他轻看神对人呼召的属灵价值，所以他可以这样轻易不假思索地离开了亚伯拉罕。对于蒙神呼召、一心寻求神的亚伯拉罕，他不羡慕，也不想受他影响。这个将要决定他之后的人生道路。毫无意外的，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，罗德就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充满罪恶的索多玛城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，因着索多玛王的战败，罗德就随着被掳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得知罗德被掳的时候，他倾其所有击败诸王来夺回罗德。可是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变故依然没有使罗德醒悟回转，他居然又回到了索多玛。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，神定义要毁灭这个地方，但因着神答应了亚伯拉罕为罗德的代求，神就差了2个天使来搭救罗德和他的一家。当罗德知道神要毁灭那个城的时候，他仍然依依不舍，迟延不走。即使当他全家被天使领到城外，罗德还在逃命的路上与天使讨价还价。他对天使的来意盲目无知，对事态的紧急毫无察觉，对自己可怜的光景消极麻木，对神的愤怒更是迟钝不在乎。离开索多玛之后，罗德并没有到神要他去的山上，反而为着体贴肉体藏身于索尔。索尔的意思就是小而微不足道，一个原本可以拥有尊贵人生的义人，竟变得平庸低俗，毫无价值。这是体贴肉体的结果，是罗德一生的写照。因着他的不回转，罗德再一次错过了得拯救的机会，最终他失去了神，失去了原可以拥有的一切。罗德原本充满盼望的一生，竟成了失丧的一生，这怎不让人悲叹呢？箴言说，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罗德若醒悟悔改，就有黎明的光；他若认罪，就有越照越明的光；他若回转向神，就有直到正午，永不败落的光。在这条堕落的道路上，他越走越远，至终离弃了神给义人命定的道路。我们细想罗德的一生，反复思考他未曾醒悟的真正原因。
也许不是因为他不能醒，而是他根本不想醒。他甚至不相信他需要醒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他相信自己是绝顶聪明、足智多谋、才智过人的。神之于亚伯拉罕是主观的，是清净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有效力的。然而神之于罗德只是一个宗教的概念，这是他与亚伯拉罕最大的不同。当他遭难的时候，他就与神交涉，要神搭救；当他平顺的时候，神对他就只是一个打扰。表面上他是一个义人，骨子里他却不羡慕有神，也不想过一个有神的生活。表面模仿属灵人的生活，而没有对主真实主观的经历，乃是致命的。这是何等的警告！这样的宗教虚伪，注定叫人成为一个从未醒悟的义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